爽儿，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可下来了，你急死我们啦！没事，好累啊，回去吧。许成义到底对你做什么了？他人呢？他还真给了我个惊喜。你们不会真的？对呀，真的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有必要的话可以报警的。对呀，他不是喝多了吗？他怎么走的呀？夏言，我都说了别问了，你还要这么直接加间接的问东问西，你到底是关心我呢，还是后悔把人拱手让给我了？我当然是关心你啊！夏言，他都快急死了。你着急什么呀？你是不是着急的想问，我和许成义是不是借着酒劲儿把该做的、不该做的都做了？是不是许成义欺负你了？我找他去。站住！夏言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们是闺蜜，你向我们诉苦，我愿意为你两肋插刀，收拾个男人算什么？但你真的没有必要假惺惺的瞒着我，让我变成别人眼中的笑话。我瞒你什么了？韩爽，你怎么了？那我就明白的告诉你们，他反复提起的那个言语可疑、行为骚扰的男上司根本就不存在。许成义对你是真的感兴趣，别人扑上去就是热脸贴冷屁股，自找没趣，而这些我们聪明的夏言怎么会感觉不到？你是不是还挺享受这种被人追着的感觉啊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是吗？你这么着急阻止我们，为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明可以一早就告诉我的，移情别人也不犯法，没必要这么绕。爽，喝多了，别胡说八道。夏言，他肯定是喝多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了，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大月姐，我先走了，你送海爽回去。不用了，该走的人是我。放心吧，你们俩赶紧回去，我送他。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问了，我真的好累。好了，回家睡一觉，明天再说。不是我说，你这都录的些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也看不见。我看上的人，没有一个我拿不下的。哇，行啊，只要我看上的没有一个我拿不下的，玩的够刺激的。哎呀，你拿来吧。哎，没看完呢。非礼勿视听说过没有？那我还因公负伤了呢。别说，这 Coco 小姐还真挺辣的。你喜欢？哼。哎，但我就是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菜，所以呢，你要跟我说实话，今天跟你演出的那个夏言，是不是就是上次你说要拯救的那个女孩？哎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的好兄弟，终于又可以打开心扉，迎接滚滚红尘。我也是了了一桩心事。什么呢你？我说了，他不是我的菜。
少来了，许成义。自从我大3那年送女朋友回去，路上被你拦下来跟你搭讪，到现在已经8年了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你有多少次像现在这么轻松自在？什么叫搭上啊？我说你这个人，你就不能用点类似于邂逅这种高级点的词儿啊？少给我打马虎眼，赶紧告诉我怎么回事。我说了，他不是我的菜。哦，他不是你的菜，难道说，滚一边去！许成义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可以再滚远一点。你太过分了。就我直播间主播标签不要固化，加上自定义设定，还有掉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。徐总，占用你3分钟。那先这样。我给你5分钟。首先，我要向你道歉，因为我的缘故，让我闺蜜进入了公司的项目。那天 party 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没有及时制止，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对公司、对朋友、对你，都欠妥当。但这些事情的前提，是因为自打我进公司以来，你的一些言行已经严重的干扰到我的个人生活了。我再郑重的说一次，我不会和我男朋友分手。时间有富裕，你还可以总结陈词。韩爽已经离开了闺蜜星球这个项目，不管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她说都到此为止，她也不会缠着你。所以今天在这里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承诺，从今以后你我之间只谈公事。很抱歉，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。好，那我只能辞职了，请你批准。刚转正就辞职，你的简历会很难看。我不在乎，反正又不是所有公司都像 SG 一样只看重简历。小地方当然是无所谓了，大公司是一定会看的。就算你再优秀，也得需要一个大的平台来让你展现自己。我会用能力证明我自己的，不用你担心了。可是你拿着这种简历，恐怕是连一个面试的资格都拿不到，如何证明自己？你这是在毁掉自己的前途，你知道吗？一份如意的工作确实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身边的人更重要。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工作的缘故受到伤害还有困扰。徐总，如果你真的担心我的前途，就不会让我陷入现在这种工作和个人感情非要选择的地步。你这是在指控我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请你批准我辞职，然后再让人事部给我开一份主动离职证明。不错嘛，你还知道吃一堑长一智。如果你一定要走，我当然不会拒绝。但在你离职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先把手头的工作先完成再说？我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我手头上现在没有其他项目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秀我平台上要添加一项比价功能板块，这个任务需要技术部和运营部共同来完成。我已经指定由你来负责，你先完成这个再说吧。哎，是不是我完成了任务，你就可以批准我辞职？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坚持要走的话，没问题啊。还有，在这期间，你不能告诉别人你要辞职，以免造成混乱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让夏言负责比价板块。可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夏言，进来一下。总监，你找我？坐下说。哦。
你在面试的时候跟我说过会让我刮目相看，你也的确做到了。3年来，你是我们运营部第一个提前转正的员工，你的成绩就是运营部的成绩，恭喜你。谢谢总监。你能够提前转正，这对你、对运营部来说都是有好处的，会让你更有归属感，做事情更安心。但对于我来说呢，以前你要是做了什么错事，我还能给自己找找借口。可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为你做的一切负责。我会努力不让总监失望的。徐总虽然兼任 COO， 但实际上负责运营部的人是我。你要是出了任何纰漏，实际承担责任的人也是我。你已经不是职场新人了，有一些规矩你应该懂。越级上报是大忌，你应该向我汇报工作。我知道，但我刚刚去找徐总是因为一些私事。上班时间在办公室讲私事，也不完全是私事。以后我会注意的，尽量不跟徐总接触。你要注意的不止这一点。以前你在实习期，末位淘汰制不适用于你，但现在既然转正了，就要随时被评估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。我明白，明白就好。没事了，出去吧。家里平白无故多了一套护肤品，无功不受禄啊！不要算，送你也浪费。这什么东西呢？就那什么明星，长得挺难看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哎，想不起来了。他前几天新书发布会，我跟你要了一本。我又不是他粉丝，你给我这干嘛？哎，既然你不要，那我就去拿给小磊，让他送给他的学生。那些小鬼他们看得懂吗？送给他们多浪费啊！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送来了，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吧。不生气啦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啦？不小气，干嘛好几天不接电话？我那是在气头上，怎么伤人怎么说。我怎么知道你几个电话打过来，我会不会再说伤人的话啊？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是想哄我，还是想跟我吵架呀？瞧你戏精那样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准备辞职了。辞职？干什么？我想清楚了，公司那边说等我忙完手上的项目就可以辞职了。知道你够意思，不过意思意思就行了，干嘛真辞了呀？而且能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份工作。那什么，辞职信能不能要回来？也不全是为了你，就当我跟这工作八字不合吧。我认识你也有6、7年了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相信算命的呢？好啦，好啦，我都想明白了，工作可以替代，但是我在乎的人没有办法替代。伤害我和我闺蜜之间感情的人必须出局，伤害我跟林浩之间感情的人更必须出局。这次是我过激了，那些话我说出口我就后悔了，根本就不怪你。不过，你那天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才那么炸毛的呀？又问，这么刨根问底，你是不是向妈妈附体啊？哎，你这么说我姨妈，小心我告状去啊！你告去吧。总之你别问了，真的不是生你的气。你要实在不想说就算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绝对不会出卖你们几个，更不会推你们几个出去试探谁。知道啦。
说起道理来一套一套，真以为你是那什么测出来的思想家星球来的呀？那你也用搜测一测，你是来自什么星球的？说不定可以匹配到一个 soul mate， 就把你给收了。我是艺术家星球的，看来我就是天生的艺术家。那你再试试灵魂匹配，看有没有人配得上你啊？我才不要呢，我还怕男朋友太多呢，我还匹配一个。太多说明没有真正合适的。你试一试，说不定给你匹配一位艺术家，你们就白头到老了呢。我才不相信白头到哎，老。哎，看你这一脸春意盎然的样子，最近又有桃花开了？什么桃花？我这就一棵千年不开的铁树。所以你现在穷追不舍的，还是聚会上那个短发女孩？记得够清楚的呀。哎，是不是特别痴情？哼，确实挺不配的。哎，我最近呢想了一新招，你帮我参谋参谋。实在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吃饭，只能让你请我喝酒，你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您喝，我负责开车送你。我就住上面的酒店，不用开车。那我陪您喝。算了，不想喝就别喝，反正你又不像我，不需要借酒消愁。郝总有什么愁的？能不难过吗？结束的不只是婚姻，朋友、事业全没了。也不是全没了，不是还有我们这个项目吗？现在这个项目只是替别人搭桥，我没有自己的公司，很难揽到大的生意的。那就再成立一家公司啊！以你的能力，新公司一样可以风生水起。成立公司在哪？哪都可以啊，比如新州，你有这么多人脉，成立公司绰绰有余。你希望我留在新州？也不一定是新州，深圳、上海都有那么多合作过的公司，就看你想待在哪儿了。我想留在哪儿？你猜不到吗？哎，徐总，这么巧，又见面了。郝总，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，来出差？我的事儿你没听说？我听说郝总重获自由，恭喜啊！所以过来见个人，说不定就留下了呢。这是徐总的地界儿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。郝总，你谦虚了，你人脉这么广，到哪儿不都是你的主场？对了，徐总，介绍你认识一位我特别看好的青年才俊。这位是一天公司的销售主管林浩，这位是 SG 的首席技术官许成义徐总。这位是马克。徐总啊，不仅是 SG 最年轻的高管，而且在新州甚至是全国也是技术水平最过硬的 CTO。你以后要多多向徐总学习啊，徐总。你以后也得多给我们年轻人机会。走，你喝多了。好像是有点。我该回去了，你们继续。慢走啊。拜拜。
你这衣服上都什么味儿啊？除了烟味儿就酒味儿，还能有什么味儿啊？那你下班回来就把衣服直接塞洗衣机里呗，那么懒。忙啊，每天都很忙。我昨天晚上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怎么都没接呀？谈生意，陪客户喝酒，回来太晚了就没给你去电话了，怕吵醒你嘛。家里来过女同事啊？没有啊，我这儿就是个和尚庙，只为你开着嘛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的口红吗？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从你衣服里面掉出来的口红。我衣服里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一男的我又不用这个，用这干嘛？涂嘴上当小丑吗？还是当其他的什么东西啊？林浩，我很认真的在问你。今天怎么了？我没什么，我就想知道，这到底是谁的口红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衣服口袋里？生什么气呀？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你别告诉我，你是买来送给我的。哎呀，而且还是用了一半的。夏言，你最近太累了，等你忙完了，我们去旅游吧。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没有接？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？我昨天在外面陪了一天的客户，手机没电了，你先冷。别碰我！你去哪呀？先别着急，我慢慢说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的衣服里面怎么会掉出一支女人用过的口红？我有点害怕了。好了，自己先别乱想。你跟林浩3年的异地恋都过来了，怎么现在反而不自信了？我不是没有自信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。我看到那支口红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好像有一只猫一直在挠，我的脑子里啊，就一直出现那个姓许的跟我说的那些奇奇怪怪让我分手的话。然后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就质问林浩，冲他发火。可我明明知道林浩他那么好，就算我那样无理取闹，他还是会包容我。他还担心地问我，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，压力太大。一想到这样，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。你现在想要解决问题，那咱们首先就要把问题弄清楚，到底出现在哪儿。不管是那个姓徐的对你莫名其妙的态度也好，或者是那个让你失控的口红也好，咱们都弄清楚了再说，好吗？夏言，你去哪了？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都没接，急死我了。是我不好，
都怪我，让你误会了。找到口红的主人了。我在北京合租的室友小强，他女朋友放到我们公寓的。我回来前打包行李，不小心给卷到衣服里了。哦。啊，你看，这聊天记录。这个是他女朋友的照片。你要不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他打电话，你亲自跟他确认。好了好了，收起来吧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忙坏了，等你忙完了，我一定带你去乌镇玩玩。啊。生气了啊？啊？你好好休息。赶紧关一下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谢谢啊。我找向医生。什么事儿？向医生，给我看看。哎，你是霍凯吗？向医生，霍凯。扶他坐下，我检查一下。疼吗？不疼。这样呢？不疼。哦，疼！怎么受的伤？崖壁上开了一束野百合，我觉得特别美，就想去闻下它香不香，结果不小心就摔下去了，还好不够。陪你来的人呢？我有问题要问他。我的老伙计陪我来的。小月，家人和朋友呢？我家人朋友都在国外呢，他们来不了。你想问什么呀？我去拍了个片儿，他们就让我来找你了。你伤已经这么重了，还一个人瞎溜达，只会让伤更重。医生，你能不能别那么严肃啊？你这个表情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就要瘸了。骨折，尽快住院安排手术。病历。小月，住院单。小月。哦，住院单。啊。你这个医生不一般呀。怎么了？别人如果知道我是因为一朵花而摔伤的，肯定觉得我神经有问题。但你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对每个人来说，人生的意义都不一样。闻一朵花，救一只猫，甚至是摘天上的月亮，只要不影响他人，都是无可非议的。等着吧，当心点。看来，即使住院也不无聊了。这世界一定还有希望。唱得真好。
我说过他了，他没听。向医生，你要不要点首歌啊？病房是公共区域，你这样会影响到其他患者。对啊。哦，不对，我是依小玲的要求，她要听歌，病房又没有无线，我不正好有把吉他吗？向医生，你也会弹啊？我可以帮你调一下音调。好了，现在你没有了。你刚才也听我唱歌了呀？没有打断你，是因为这样也会影响到听歌患者的心情。可什么？出院的时候到办公室来找我拿。小林，以后要听歌呢，就让这个大哥哥清唱给你听，不然会影响到其他人的，明白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向医生。小熊，推小林回去吧。好的。你还杵这干嘛？还不回去？有一家美容医院，哦，不对，是整形医院。整形医院的形象代言人是弟弟爸爸。弟弟爸爸，快来了！哎，说，准备好了吧？好好演，别紧张。OK。爷爷，这是我们医院，好好看一看啊！哎，向南，爷爷，向南，向医生，老跟您说的那个啊。向南，我爷爷刚从美国回来，没几天就生病了。肿瘤科的同事说了，让我问问老爷子还有什么遗愿未了，赶紧替他去实现，让老爷子踏踏实实的走。这个忙不一定帮。这么多年真是没白出啊！爷爷啊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学数学的事儿吗？我小时候啊，我就是拔着您的胡子一根一根数数数出来的。小时候我爸总拿割双眼皮的手术刀划我的书本。猫砂，他还老罚我跪猫砂，爷爷，跪得我2个膝盖啊，全是小窟窿眼儿。您还记得您是怎么教我的吗？您拿咱家隆胸用的硅胶给我垫膝盖底下，谁让咱家就这东西多呢？是吧？咱祖孙俩呀，一样做。不，爷爷啊，我知道，你跟我爸的教诲，我真的没法做到。你说我这是不是不孝啊？知道孝道啊，就冲我还能够喘口气，赶紧把孙媳妇儿啊给我娶回来。哎呦，爷爷啊，孙媳妇儿我给您找好了，就等着她叫爷爷呢。爷爷，哎，surprise！ 怎么是你啊？啊！我问你，向南呢？我来会会你们祖孙俩。爷爷，不是他，别理他。我问你啊，不上班吗？这你就管不着了，还是多关心关心爷爷吧。爷爷，你这胡子结不结实啊？不假，真的。什么真的？去！哎，这么大老头你也不放过，动手动脚的，懂不懂尊老爱幼啊？我对2个骗子，我用得着尊老爱幼吗？一个小骗子带了一个老骗子，我刚听半天了，没打315投诉你们算你们幸运。我告诉你，讲话呢是要负责任的，谁是骗子？爷爷，我问问你啊，你们家今年的整形医院代言人是谁啊？是那个下巴很尖，眼睛很大，那个谁来着？你看我这个记性啊！还有剧本呢，挺专业啊。生疏了，没背书啊。不是你还生疏了？我走了啊。我帮你把车子还了啊。哎，老头儿。哎，我们家大表姐你就别打主意了，就你这种不靠谱的，在我这关你就过不了。我靠不靠谱，用得着你操心吗？你胡说八道，向南就能信吗？
你是真把别人当傻子，还是自己就没脑子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你这浮夸的演技，大表姐早看出来了好吗？你没看人都不搭理你吗？姐姐，我错了。你说吧，怎么样你才能放过我？别动歪脑筋到大表姐头上。韩爽，你今天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今天收拾了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二货。谁啊？你小心又惹上桃花债啊！我才看不上那二货呢，就是那个大表姐的同事马克，你们记得吧？他今天找了一个老头子，出演了病重爷爷苦求孙媳妇的苦情戏。谁啊？来啦！哎，小军你来了，怎么跑了一身汗？给你们介绍一下。你的婚结不成了？来这是谁呀？他弟。我要是不去他公司，我都不知道，还成天说他忙，啊，一会儿出国，一会儿出差，还吹他多喜欢你，多喜欢你。其实你俩早都掰了。赵小磊，你可真会撒谎啊，把我们全家人都蒙在鼓里了。怎么跟你姐说话呢？我们赵家人说话呢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姐经历这事儿多伤心啊！你怎么不安慰安慰她呢？她经历什么经历？她怕伤心，她别分手啊！她需要关心，我爸妈就不需要关心了。不跟你说这些，走。你哪里去？就在这说。是你说的要结婚吧？钱也借了，房子装了，喜酒定了，请帖也发出去了，亲戚朋友们也都通知了。这个时候你说不结就不结了，你让爸妈的老脸往哪儿放？我不是不想跟你们说，我是想等。你等，等什么？等着把咱爸妈都气死了。赵小军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咱们不说这个，现在你跟着我去找他赔礼道歉，这事还有会儿。干嘛给他道歉啊？肯定是他犯驴脾气把人家惹生气了呀，不该他道歉吗？赵小军，我告诉你，刘玉明他已经结婚了，就算他没结婚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你听明白了吗？结婚了。不是人刘一鸣多好啊，啊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事业有事业，你呢？啊，就是一个大学的助教，你找这么个人，你有什么不满足的你？你真的是作呀！哪来的小土包跟我在这撒野？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？我刚就想出来，出去！凭什么我出去？这是我姐租的房子，你姐租的我的房子，我是房东。你看什么看？你姐给人欺负到家了，你不心疼？你爸爸认刘一鸣那畜生当姐夫，论丢人你是天下第一。看什么？滚！还看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我……你别给我胖你！我跟你说，你谁呀你啊！臭娘们儿！干嘛去？你别拦着我！赵小磊，你不会教弟弟，我替你教。算了吧，来我家闹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你们别吵架，你们！破房子了不起啊，腿那么粗啊，臭了。别拉着我，别拉着我！小土包，这还是我家小区，你别动手动脚的你啊！你还追下来了？你个破房了不起啊？我就了不起了！我跟他说，赵小军，你姐跟刘一鸣没可能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也别再去找刘一鸣了，别给你姐丢人。丑话我先说在前头，如果你觉得你姐跟刘一鸣没有在一起，对不起你跑来新州这一趟，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。
别叭叭叭叭啥呀？啊，我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用个你娘们儿教啊？哎，我看你就是欠教，你叫什么来着？赵小娟怎么的？小土炮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管你家是怎么对待小磊的，今天有我们在这儿，你别想逼他做任何事儿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听不明白了，怎么着吧？哎，说话还说听不懂是不是？你还想打人呢？来，你小心点。行，我不打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今天在新州有吃有住有工作，都是因为你姐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你要再敢因为刘一鸣的事来逼他闹他，我们会让林浩开了你。还有，你爸妈那套对你姐管用，对我们可没用。你别老想着跟你爸妈告状，你这个混吃等死的玩意儿。你说谁混吃等死啊？我说你呢，混吃等死。你再给我说一句。我说你呢。哎，再说一遍。小军，你别胡闹了。我胡闹？他说什么你听不见？闭嘴！我就不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爱说不说？你赶紧给你姐道个歉。我道个毛！我道。你好好说话，我现在还能放过你。小军，赶紧回去。你看你交的什么破朋友？对不起啊，我替我弟给你们道歉，赶紧跟你爸妈解释清楚，爸妈那儿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你找个时间，赶紧跟他们解释解释吧。你们别担心，我会跟他们解释的。别害怕，我们都在呢。在这回忆的转列扬起，满车厢的拥有和失去，青春还带着梦的心里，追寻远方的期许。装待发，那些眼底的理想化，时间在偷偷变成魔法，可勇气怎么能落下？送给未来的我最美的情话。牵手同行去，浪迹天涯。